为什么要学学位论文写作格式？身为研究生的你，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学学位论文的写作格式？是不是对写作充满疑问，不知道为什么写作需要遵守一定的规范呢？在回答问题前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学位论文。论文是研究人员沟通成果的最佳媒介。透过论文中有逻辑的章节架构，可以让读者清楚明白研究的价值。每个研究领域都有惯用的写作格式，所以学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，应该要清楚自身领域内的写作规范。即使论文的主题很特别，但内容若没有按照格式书写，只是把想说的话写出来，即使你很用心的写作，但这些可能只是个人的想法。接下来，我们以社会科学类的学位论文为例，内容原则上分为绪论、文献探讨、研究方法与实施、研究发现与讨论、结论与建议等章节。绪论是建立论文第一印象的关键。好的绪论不但可以精准地抓住重点，更能引导读者进入主题。绪论通常包含研究背景、动机与目的、研究范围、名词解释等。紧接在绪论之后的是文献探讨。研究者透过资料的整理，了解前人研究不足的部分，也避免重复已经做过的研究。值得留意的是，有些学生会在文献探讨中进行文献堆砌，甚至写成类似心得报告的文章。在撰写时，应该先进行资料的筛选，并适时加入个人观点，如此才能使研究有扎实的学理基础。研究方法与实施通常包含研究问题或假设、研究设计、研究方法与工具、实施对象、资料搜集与处理流程等。在执行研究时，也必须遵守学术伦理的规范，不论是质化或量化的研究，都要确保研究对象的权益。例如，确实落实知行同意的流程，尊重研究对象是否参与研究的意愿。研究发现与讨论是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，撰写上通常会将研究结果进行充分的诠释，与文献探讨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。将这次的结果用于验证、否证或补充过去别人的研究发现，也会说明研究结果的应用性。最后，在论文结束前，我们需要将这次的研究历程与结果做一个总结，使用精简的文字归纳出研究的发现，并提出后续的建议。虽然完成学位论文需要花很多心力在寻找主题、搜集资料、确立研究方法与实施，过程中也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困难，但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是相当有趣，充满成就感。最重要的是，当认真完成一篇符合写作格式的论文后，就代表你即将完成学位了，恭喜你！